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东情势。今天要来关心的是纳坦雅胡是否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伊朗神秘现在正在进行建设当中的就是它的这个神秘碉堡，等一下会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细节哦。那么现在正式的曝光了吗？再来就是关心了是不是伊朗在背后未来还会有中国大陆的势力，中国的影子舰队是否来协助运送一些设备，帮助伊朗做它的飞弹升级呢？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关心今天的这个开场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我们的来宾一起来做回答的。首先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纳坦雅胡这一次是否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因为纳坦雅胡他说啊，他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到底是他为他要打战前铺路，还是他落入了伊朗的圈套呢？第二件事情，刚刚在讲的十字号山，就是现在伊朗正在偷偷秘密打造的这个终极核碉堡正在打造，据传比福尔多更深。深度最多达到100公尺哦，美军是否过去它的钻地弹的这个杀手锏是否还能够打穿它呢？最后我们来关心是否在这背后伊朗有中国大陆的影子舰队会出手吗？它的关键行星搅拌机是否帮助输入给伊朗，来帮助它在做飞弹的量产正式进入倒数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注。今天最新开场，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回再把军事焦点指向了伊朗，他怎么说？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纳坦雅胡说：“我掌握到了来自于伊朗，他现在又在偷偷的隐藏这些高浓度的浓缩铀，地点啊，疑似现在也找到了，就是要来替新一轮伊朗的军事行动要来找借口吗？这是来自于纳坦雅胡的说法。当然，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不是由备而来了呢？他最新宣布公开处决被指称为是摩萨德最重要的间谍之一的一位男子哦，并且怒控以色列他渗透伊朗的政府机构，企图夺取这些最核心的机密。双方你来我往，似乎打的就是一个情报战。中东局势现在更紧张了，恐怕会有大规模的冲突即将要爆发了吗？我们先来关心纳坦雅胡，他高调宣布说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是想要替攻击制造一个正当性吗？因为他说找到了这个位置，他已经把情报提供给美国了，是想要再做另外一次的攻击吗？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另外，伊朗真的有这么笨吗？他会就这样子很容易的让这个摩萨德取得这样的情报吗？还是他故意制造假情报，让以色列落入圈套当中？介大使怎么看？我想就以色列来讲的话啊，这个伊朗是他在区域内啊最危险啊，也是最威胁最大的一个敌人。那只要有伊朗存在一天啊，他就很难的这个叫他就不会感觉到舒服的。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啊，会永远都处于一个紧张状态。而且借着整个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对这个以色列政府的高度的支持的情况之下，他们前几个月已经对伊朗进行过攻击了。那么用了美国最先进的这个钻地弹，那是美国库存也不多的钻地弹啊，把它的地下的这个核设施啊，川普是说销毁得很彻底，可是呢有人存疑，那也有人说事实上的话，那个地下核设施啊，被这个攻击的前几天啊，伊朗已经把这个浓缩铀啊这些都已经移走了，这都没有办法获得证明。川普的讲法是说消灭得很清楚。那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又说，我们又找到新情报了，有400公斤浓缩铀，这个量非常的大，非常大的一个量，而且他现在埋得更深，是地下100公尺。那意思就是说，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摧毁。那只要我觉得这个情报哈，在反复的验证之下哈，它得到确实的话，我想在适当时机的话，美国跟伊朗应该还是会这个联手去美国跟这个以色列还会去联手想办法摧毁这个伊朗这个地下核设施。不过这时间之窗也不大，因为必须要在这个川普仍然掌权，
而且是有效掌权的这个方式之下，如果说川普不掌权了，或者川普卸任的话，我想要继任的总统啊，很难会接受啊，叫以色列对伊朗进行这种攻击的。不过就变成这个同时期，伊朗也处决了一个穆萨德的间谍啊，这显示事实上伊朗也正在怎么清理门户，因为伊朗事实上每一次好像啊都没有国家机密。人在哪里，人家以色列也搞得清清楚楚。你和最机密的东西藏在哪里，人家搞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出了内贼嘛。人家穆萨德的这个情报做得很确实嘛。那不过我们在这些各种刑事研判的时候，情报一方的情报是不够的。情报的这个基本上它是2线、3线甚至4线。一个情报出来。找 A 线过来，要 B 线去确认，B 线的再确认后还要 C 线，这样才会得到最后的一个什么精准的情报，而不会钻地弹用下去了，结果又没打到。对，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只要有机会的以色列只要有机会不会放过伊朗的。那美国川普事实上的话，他是会配合伊朗的，配合以色列。所以这个情势，我觉得危机没有解除，那么只要有确切的情报，有一个恰当的时机那么美以联合再来攻击是伊朗这个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好，所以注意到了，接下来这个美以针对这个战争，针对伊朗的战争，随时都可能在引爆。尤其现在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次我们才提到嘛，6月份的时候，美国不是才派他的轰炸机去 B2 轰炸机去攻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吗？这一座是他的纳塔兹的核设施。但是我们看到，攻击完之后，非但这个伊朗没有停手，反而在加速建造它的地下的核设施，而且呢，这一次根据了解是规模更大的，它正在秘密的建造当中。这个核设施叫做十字号山地下核工程。等一下，我们一起干哥来带我们了解现在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个核设施的一些基本档案。它这个地点呢，其实距离上次被 B2 轰炸机轰炸的这个纳坦兹的地方只有1.6公里的一个距离而已哦。那么根据现在卫星影像的最新显示，确实呢，这个隧道正在加强它的稳固当中，外围的防护也在强化当中。重点是可以看到它的气土量增加，所以呢，好像随时都在建造当中。最深，甚至是可以达到100公尺的，比过去任何的核设施看起来都更具有隐秘性哦。更骇人的事情是，上一次其实美军在攻击之前得到的资料是，伊朗已经囤积了大概900磅，也就是浓缩至60%左右的一个铀。那一批铀到现在其实是还没有找到的，现在又再加上这个新的核设施，到底伊朗在秘密计划什么？这个核设施到底有什么特别，有多隐秘？那经过强化之后，美国它号称能够摧毁它的地下核设施的这一款武器 GBU-57还能够奏效吗？干哥怎么看？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十字镐地下核工程。可能大家还记得上次美国的那个 B2 轰炸机，他们总共有派出了7架，然后每一架飞机上面带了2枚应该叫做炸弹之主GBU-57巨型钻地弹巨型钻地弹这个刚刚大使讲真的没有多少颗美国大概上次就用了库存的一半，14颗打掉了。那这种巨型钻地弹有多大呢？整颗炸弹有3万磅之重。也就是15000公斤，那是非常大的炸弹，所以被称为炸弹之主。因为俄罗斯有个炸弹之父，然后美国还有一个炸弹之母，改天我再跟各位介绍，这个是一个家族啦，就是代表说他们都是它是以重力加速度为本，在进入这个目标之前它会启动延时引信。延时引信的意思就是说，它要钻到地面，到了里面才爆炸，这个叫做钻地弹的意义。那以前美国早就有这种钻地弹，就我刚才讲的炸弹之母但是这更早在越战的时候还有用越战的时候是 GBU-28精灵炸弹，那个时候打进去，我跟你讲，只能打6公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越共都躲在那个地底下。
可是后来发现没用，为什么？因为越共到处跑，所以打了这边，他跑到那边，所以后来这种精灵炸弹变得毫无用武。到了这一次对付伊朗的时候，用这种炸弹反而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固定的，不会动的啊。那以前只能打6公尺，你怎么打得到？所以后来美国发展出了这个炸弹之主 GBU-57之后，号称可以打60公尺，是以前 GBU-28的10倍，它可以打60公尺。不过现在问题来了，纳坦兹听说他在地下100公尺，难道川普你要再派 B2 去吗？这次打得到吗？而且我们看最近纳坦兹的这个地下，不是纳坦兹，就是在十字号，上次是攻击纳坦兹，这次十字镐只距离纳坦兹1.6公里，这么近。我告诉各位，十字镐在5年前就开始进行工程了。但是非常神秘莫测，摩萨德的情报人员知道这里在进行工程，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有核子痕迹，也就是说有核子的相关资材跟那个设备的进驻，所以当时他们也在怀疑这到底是什么啊？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伊斯法罕、有福尔多、有纳坦兹，有这3个地方了，怎么那还有多出一个十字镐？这是在干嘛用的？所以当时并不能确定，现在终于能够确定了。原来这个地方挖的比以前更深，到了100公尺。我今天要讲一句实在话，以色列空军没有能够对付这样的目标的武器，到时候还是要川普出手。希望川普能够搞得让他自己能够连任，不然的话，要再次发动攻击的话，其实国际视听也很重要。我是认为啦。他已经到了100公尺，但是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上次钻地弹的那个成绩如何，各方说法莫衷一是。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还会在纳坦兹原地起炉灶。显然是有用的。那现在这个900磅的武器级浓缩铀到底还剩下多少？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摩萨德那边一定会有情报，所以尼坦雅胡他也保留，说我当然知道放在哪里啊，我也知道他们现在要新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山。那问题是，以色列本身是没有办法摧毁的，到时候还是要请美国来帮忙。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伊朗要发展核武的决心是不会终止的。今天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他可以对国际社会示弱，但他在私底下，他绝对会继续发展，因为武器级的核设施跟核子弹是像这样子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保障自己安全的必要手段。印度也是这样，巴基斯坦也是这样，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强制的措施跟以色列联手攻击，那是不会有真正达到效果的一天。好，谢谢干哥。好，确实如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的，这个伊朗持续的研发它的这个核武设施的发展是不可能会停下来的。另一方面，除了在核武之外，现在伊朗要强化的就是它在它的飞弹上面的生产了。据传这背后可能还会有来自于大陆的帮忙吗？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媒体已经开始质疑了，说，确实啦，你伊朗想要现在在做飞弹，但是你还是缺少这个关键武器啊，它就是行星搅拌机来帮忙做生产。不过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支持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尤其过去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呢，中国大陆可以躲避美国的制裁，把伊朗的石油洗产地之后输入到中国大陆，现在要他去给这个伊朗运送一台所谓的行星搅拌机，应该不会太难吧？聂老师又怎么看中国大陆的态度？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对于生产飞弹来说，到底这一台机器有多么的关键？那中国大陆他会愿意透过他的影子舰队来帮助伊朗吗？聂老师又怎么看？好，那世明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呢态度非常清楚，当然会。那再怎么讲呢？我们讲全世界有8+1个核子大国，除了安理会的5个国家以外，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中、俄、美、英、法。那
那美英法属于这个体系，中俄属于这个体系。那93阅兵大家很清楚，还多了一个北韩。那当然还有巴基斯坦和印度，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说有呢，好像又有没有？其实它就是有。反正8+1，现在呢这个势力呢有点势均力敌，因为美国很多，那中国再加上2，北韩不会输。但中间你要知道，现在这些所谓的国家把这些国家用邪恶2个字叫邪恶轴心国，里面叫 CRINKS 啊 ，CR 中俄，还有一个 NK Inc 的 NK 北韩，中间是什么？伊朗。这是一个 team， 当然就会，所以中国在最后一定会帮忙，但是中国不敢随便得罪美国之下，各位想想看，这个伊朗这么大，以色列这么小，结果以色列呢去打他的飞弹基地，结果在6月10号还真的摧毁了不少，认为他可能不行了，而美国呢当然要支持以色列去把伊朗，甚至打了伊朗，后面的中国实力就会减弱，这时候还 GPU 武器就嘣，深土炸弹把它钻进去了。核能当然也损失了一些，但是都没有完全解决。好，重点来了，现在伊朗要重建。美国说你不可能很难啊，可是卫星拍到了 ，satellite 就看到，他们真的在重建，怎么有办法呢？你有行星搅拌器吗？什么叫行星？大家都知道嘛，哈，太阳系旁边行星就像叶片这样旋转，非常稳健的旋转。我跟你讲，各位啊，全世界有一样东西啊，我跟你讲是必须要靠设备才有办法做到这么高密度、高精密的。我讲很多东西需要搅拌。比如我们要做的很多精密的东西，你看波纱布、波纱线都是要非常多的石头、稀土这样去搅拌混在一起的。还有你脸上像诗敏长那么漂亮，对，如果有油怎么办？是不是要有东西去洗掉、化掉？是不是也要混合？有油水混合物，我跟你讲，搅拌机就是要把你高粘度的东西混在一起，把它混在一起就可以做。未来做飞弹的这个武器，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容易。那中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先讲一个国际的氛围。当这2大势力之下，当然答案第一个是肯定中国，当然就会在某些程度私底下帮忙。我们都很清楚啊，说不好听一点，我们讲哈马斯也好，真主党也好，胡塞组织也好，就是以色列要打击的目标，它后面的这个代理人战争后面主人就是伊朗，伊朗的后面主人应该就是中国啊。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有层级的，所以会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就会，因为说实在的，大家也在传说，伊朗很多的石油怎么去到中国呢？除了这个看得到地外，也有所谓的地下通道可以输入这个能源石油。所以行星搅拌机中国一定会用。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基建非常强啊，你看他现在基建狂魔啊，他很多东西你说他不可能，他都帮你做到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行星搅拌机是很厉害，是真的可以帮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飞弹的物质材料混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能够重建它飞弹基地的，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确是在美国出乎意料之外。那么这个我已经看到之后，我们觉得美国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审视，搞不好美国开始又要做其他的动作，可能又把眼光又要丢到中东了。我们还要持续观察。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今天在军事上，我们把重点来看到了在福建舰上面的电磁怪兽正式的登场了。今天呢，我们会就这些细节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解析，包括我们今天也会特别聊到这款最新的燎原雷射武器，等于是补上了最后一堵墙哦。另外，今天也关心美军他的脚步从第2岛链移向了第1岛链，他的 F-35延国基地在这边被笑说是陪中国大陆练武吗？等一下也会一起就中美的空中海上对决全面升温来做一次比较清晰的解析。来看到大陆的第3艘的航母终于正式的近期在最近几天进行了大量的电磁弹射与拦阻相关的训练。来自于央视还特别曝光了他们在这当中很多的一个操作细节。我们来看到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哦？电磁阻拦看起来是比传统的这种方式，也就是液压的阻拦索更具有调节性跟它的弹性。重点就是因为它上面舰载机装了智能的缓冲器，什么意思呢？电磁系统可以依照不同的型号舰载机做即时调整阻拦力，改善这些不同型号的舰载机起降的适配性。那么除了我们在这边观察到了舰载机之外，我们看到它上头的这个舰载机型也变得更加的多元了哦。除了这个传统的弹射版本的歼15T 之后，我们今天会关注到特别几款，包括了歼15DH、歼15
DT 等等哦，这些都是专门用在航母升级电子战型的这一些舰载机，也正式的登场了，还搭配了空警600，做到了完整的电子战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请教大使怎么看？有了这个电子弹射系统，再加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多元的舰载机，它的战力到底可以提升到多少？那么刚刚讲了嘛，这个歼15系列的这个家族，再加上空警600，能够形成一个多大的电子战力？大使怎么看？我想这个电磁弹射的这个福建号啊，它跟前2艘中国大陆的航母差距就是说，它上面有这个空警机，空警机直接上舰，这个空警机就是这个空警600，空警600，对，这个空警600大概有30吨左右啊。那它的那个机翼是可以收起来，折叠机翼，那方便在这个空间有限的这个航母上收这个等于存放。那它事实上的话，它是一个电战的一个核心，电子作战。那它这个电子作战就跟这个我们接会讲的像这个歼15 DT 一样啊，它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大型的雷达啊，这个雷达呢，在这个空警600里面，它这个雷达叫丝路眼。就是丝路我们这个丝路眼雷达，它有一种主动的相位阵的一个阵列式的一个雷达，它事实上它的实测距离大概有到将近600公里，它同时可以追踪多少2000个目标，然后对于比较危险性比较大的目标呢，它事实上可以主动对100个以上这种危险性大的目标发动密集的雷达波。那它这种电战基本上除了就是说这个侦测之外它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它可以进行电子干扰。所以别的这些相关敌机敌舰的这些通讯或者说这种电磁之间的这种往来它可以进行干扰。是。那另外一方面，它还可以进行电子压制。把你的整治的对方的电站的系统把它压制住，不发挥功能。那它这样子的这种电站可以怎么讲呢？可以第一个提升你自己同僚机群在空中作战的时候一个它的生存率。因为这些电战机还有这个歼15 DT 它所加挂的这些电子这个夹舱。它都具备这种功能，可以对对方的电站或者电子的这种干扰进行压制。对，所以提升你自己本身僚机的这个舰载僚机的这些作战的这个生存力，然后呢，任务的达成的执行率也可以提高。为什么？这些雷达也好，电子这个作战系统也好，它可以对有僚机的这些目标的锁定，然后呢，所发出的武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瞄准跟这个后续追踪可以增加它的精确度。那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霹雳15是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的。那这一些电站不管是空警600，还有这个歼15这个电战机，它事实上都可以做飞弹的导引，帮你做更精准的打击。所以未来的作战，说实话是超视距作战，对，是体系化作战，没有这些空警机，没有电子作战，所以这种电战机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敌人对阵。好，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关心这个福建舰出来，大家很关心它就是上面的电站整体的系统，确实在这一次上面可以看到有大幅的跃进。除了这个整体的搭配的电站系统之外，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武器，也就是大陆海军秀出来的一个黑科技，它是南华早报独家的爆料。我们看到画面中，这个是舰载的雷射武器燎原1，现在细节正式的对外曝光了。我们先来看到这一套系统，它有一个所谓的透镜口径，几乎是美军太阳神的2倍，输出功率达到180到250千瓦。那它被称为是可以镇守防空链的最后一层，因为呢，它也可以搭载着这个中程、远程跟近程的红旗系列武器，形成互补。接下来的055大区的这个防御系统就会变得没有死角了吗？有了这个雷射武器燎原，再搭配这些舰载的飞弹，那么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说雷射武器是领先美国的？有到这样的程度吗？干哥又怎么看？好，我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雷射武器就是说，
大陆这个最新出来的就车载的燎原系统 LY-1， 你会真的发现说这是什么？这应该是这个太空时代的产物吧？啊，那个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动画、漫画里面，你才会看到用雷射击落人家的飞机。对，这个其实在日本最早60年前的漫画就出来了啊，钢弹或是咸蛋超人就已经有，但事实上它的实用性很难达到。为什么？它需要高功率的电力输出，以及什么透镜孔径的集成电力，要把那个就是焦点聚在一起，你才能够发射高能光束。这就是雷射的原本的它的一个本质。那坦白讲，美国在它的朱瓦特级驱逐舰上一直要发展这样的雷射武器，坦白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失败了。那美国失败了，中国成功了，你觉得这个反差有多大？对，它的反差就是这么大。所以燎原系统它在这一次的国庆阅兵出来的时候，其实真正的专家在看这个啊，所有你已知的飞弹、无人机啊，或者是这个坦克，这些都是我们已知的，但我们这个不知啊，我们对燎原不太了解啊。LY 什么意思？就是星火燎原啊，就是它会造成来犯的无人机在最后阶段被击落。坦白讲，它就是算是一种什么？它就是一种叫做近迫防御系统。什么叫近迫防御系统？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目前可以做到在最后防御阶段。大家知道，海军啊，中国海军舰上的最后的近迫防御系统都是什么？都是LK 啊630、LK 730啊等等，像这些近迫防御系统。那都是用什么炮弹？那个一次要打多少炮弹，你知道吗？每秒60发，1秒60发，打2秒就120发。如果再多打一点的话，整个船上都是炮弹壳，非常不经济。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相等的武器叫做火神 M61啊，火神也是一样，每秒60发。那这种武器就是在军舰可能在飞弹要打到它的最后一刻发生作用了，所以它必须要全力集成，把炮弹打出去，形成弹幕，让这个飞弹被拦截下来。这个叫什么？这叫硬杀，就是我用硬的方式来杀你。那像现在这个雷射的话，它就有点像软杀，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发射炮弹，它是用雷射光束来把你击落。那所以说它需要的功率非常强大。通常在军舰上面没有办法携带这么重的装备，这就是像我们在讲的电磁弹射，跟这个也有相对的关系。为什么福建号的电磁弹射让你觉得说，在上个礼拜的公布的画面说中国成功了，真正在福建号上面弹射了这么多种飞机，所以它需要的电力很可怕。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一架战斗机能不能够带满它所有应该带的弹药重量才起飞。山东号跟辽宁号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电磁弹射，它只有滑跃起飞。那现在福建号做到了，就代表中国在直流电的电磁弹射上面的技术突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你现在再看到燎原系统，你就会觉得说，它真的这么厉害？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这种武器，我再强调一遍，它还是会受到天候的影响。我们现在就要看，接下来中国再推出来燎原2型的时候，它怎么样不受到天候的影响，那才叫真正的雷射武器。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关注的就是还会有燎原2型，所以我们也持续看到现在美军面对于来自于中国大陆不管是海空上面的威胁有没有反制，有最新的动作是马上就美军紧急把它的 F-35上面的这个这个岸基起降的训练立刻转移位置了。本来大家知道是在第2岛链嘛，过去都在这个硫磺岛这边进行演练，现在直接把它推到第1岛链上面，也就是日本本岛
州的这个西南这个地方是延国基地。先带观众朋友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因为它呢扼守对马海峡，而且它是在跟冲绳、横田跟三泽基地形成一个犄角，所以说以战略上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的。重点是美国还在这边部署了非常多很重要的它的武器，包括了多款的 F-35BC 的隐形战机，达到60到72架。大陆的学者看在眼里，这位是金灿荣，他就呛瞎，他说：“美国你确实啦做了很多这种高强度的准备来这个部署，但是你是不是就是在替解放军这边免费的陪练呢？”聂老师怎么看？美国把这个军力全部拉到了家门口第一岛链这边，就能够来对应福建舰成军之后的3航母的这个压力吗？未来在空战，美中到底谁会比较领先？老师怎么看？我用比较轻描的角度来讲，美国他意志都太自信，然后他现在逼近那么近，他有在秀 muscle， 要告诉对方说你不要太嚣张。我一讲，我们军力是很强的，而且我可以逼近你，还有这么多在海军这个菲律宾也好，日本配合我们的很多的基地，你不要太嚣张。这也表示他也慢慢在示弱，那他害怕中国真的会崛起，不管科技或什么都一样。我先讲一下，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啊。讲到舰艇，我们先讲一下，在1个月前是不是记得川普讲过一句话？为什么一天做一艘船，现在1年做不出一艘？中国以前做不出来，为什么现在1年可以做这么多？它的造船实力已经300多倍。我就是一个 timeline， 过去、现在与未来。我就算2022年之前有了山东号，2012年出来嘛。辽宁号、山东号呢？这个2019年出来，那山东号是自主建造的，美国就已经 get shock 了啊！看看你还差，你都不行。哎，福建号2022年下水，6月下水，现在服役了。我跟你讲，电池弹射，美国开始发觉惊觉不对，你随便可以出现一个船坞，随便可以盖一艘船，那你4号再出来，我跟你讲，4号将来是核动力的哦，而且4号是在测试，是整个在这个要舰载无人机为主哦，在私下控制哦，这更厉害哦。现在光福建号就已经不得了了啦，福建号里面就有很多的 AI 配置，我讲不好听点，里面刚刚讲到舰载的机、舰载的弹，那弹真厉害了。你看中国在就94这个阅兵的时候做了多少的示威？我跟你讲，光我们看那个印巴的战争啊，霹雳空对空，霹雳很厉害吧？可以刚刚讲的远视距就可以在150、200公里打到对方。再来地对地，东风它试了多少型的东风？地对空多少欧洲的一些小国家去买了中国的红旗飞弹，它现在舰载一样可以在舰里面打掉做防空系统，打掉美国。所以美国秀这个 muscle 有它的道理，可是它就是因为怕中国会继续起来，因为中国还在造船。第4艘核动力如果还有传说的5哦、6哦更引擎，哪一天4艘一出来了，下了水，开始还没服役之前，又有5、6的影子，我讲。美国就会胆战心惊了，因为什么呢？现在美国总共有11艘的航空母舰，有10艘，他们有编号的名称，从这个 CVN68到79，有10艘是尼米兹舰，你去了解一下尼米兹的那个威力，还有福特舰有1艘就是编号79。重点在这些都慢慢老旧，没有错。我讲时间现在过去很强。当然赢中国，现在可能我们这样讲打平，但是中国当然数字少很多。现在马上开打，中国也不一定赢，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是像 GDP 或者像什么制造能力一样，会这样的急速飞跃。美国就怕这个，所以现在很快修马说，美国现在会做很多的大动作了。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未来谁会取得优胜？前一阵有人讲了，这也不知道真假，说中国坦克啊4亿版，然后跑出人家叫做陆战之王哈，还有地对地的这个东风的等等，还有他们说也可能是空战之神嘛。现在第6代战机不管成飞、沈飞，对不对？都会出现。现在啊，我跟你讲，这个所谓的海上之王也可能会出现。因此呢，我觉得谁会取得优势？现在可能平手，未来中国应该赢的机会较大。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大事情哦，因为呢，明天就是10月1号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美国将会政府再次的陷入关门停摆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对于美国来说会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不管是经济、民生等等，还有劳工问题，甚至整体的全球航班都可能因此大乱。川普是不是也趁这个时候要趁机砍人？
打民主党呢？等一下我们会关心。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则是现在打开了国门，希望欢迎更多的人才，所以它祭出了这个 K 签证，要来大力的招募人力。未来在矽谷的这些高科技人才，不管是印度人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有没有可能酿成所谓的大批的倒戈潮往中国去走了呢？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就是在明天了，美国拨款立法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过，于是联邦政府这边宣布，明天可能就是会正式的10月1号，美国就会关门了。在这个时候，当然了，川普是蛮紧张的。29日就是今天呢，他会紧急的约谈民主党的领袖，确实是要谈，但是外界对他们一点都不抱有期待，因为双方在各种的态度立场上的分歧实在已经是太大了。那其实呢，在10月1号都还没有关门之前，美国的公务员早就已经紧张死了，觉得说哇自己荷包已经不保了，所以呢，他们怎么做？超过27万名的公务员已经跟这个政府办理延迟离职。什么叫延迟离职呢？就是他们可以就是不用工作，在家里那找工作，而且可以拿全薪，而且休假8个月，一边放假一边找工作。这个是27万人的延迟离职。但是另外根据 CNN 的最新报道，接下来恐怕还会有90万名的公务员一起放弃了无薪假哦。那如果真的放起来的话，全球的航班就会因此大乱了。白宫说，接下来呢，省去这些人力之后，就能为美国省下280亿美元。当然了，这话一出，遭到了这些公务员痛批，说根本就是把基层的劳工当成牺牲品啊！我们每天都为了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下一餐在担心，那还不如我们自己先提出一些离职的方案吧。那范斯怎么说？他说，政府停摆根本不是我们的错啊，是因为民主党你们死守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法案，包括针对低收入户族群的健保补助，因为民主党你们拒绝做正确的事情。好，我们看到接下来可能这个薪水发不出去，但是川普还是持续的下令，他的国民兵部署是不能停下来的，而且我们还是要非法的这些移民照样要赶出去，但是可能不能发薪水给你们了。过去呢，专家做了一个评论，只要美国陷入停摆的状态，过去其实在7年前曾经也有一次国会也停摆，这个时候被停摆的时候是大家视为政治危机，影响到选民的日常跟生活。但是这一次对于川普来说，他倒是挺乐的，因为可以趁这一次把不必要、非必要的人都赶出去，然后也把一些非必要的人力完全的从政府体系中给去除掉。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家做了一个预估，说如果真的明天关门的话，每周美国将会蒸发70亿美元，而且这些社会补助会瞬间没有，包括了社会安全、医疗保险、教育到食品援助，全部正式喊卡。川普真的是想要关掉这些烂部门，还是砍人力，还是省钱呢？还是他要痛打民主党？大使怎么看？我想都有，他的多重目标。不过我觉得川普基本上代表共和党嘛，共和党跟民主党最大的差别，一个是主张大政府，一个主张小政府。共和党主张小政府，你这些不需要政府不需要做的事就不要去管，对，然后政府尽量不要乱花钱，你超征收的税呢，你就要还给，你就要退税，所以大部分国家都退税，你钱收多了嘛，而且你政府要做什么事，你要先跟国会报备，国会说这事你不要做，把你的预算裁掉的话，你就不要做，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共和党的政府基本上就是觉得政府越小越好，而且川普当时不是找了这个马斯克成立了一个这个要怎么样，要精简这个联邦，对，要精简联邦人员的这个效率部，对不对？他砍了差不多几千人吧，就闹翻了。然后呢，跟这些川普政府的内阁也闹翻了，所以砍人不易，你雇进来以后，你要砍掉很难。那所以就川普来讲的话，这次我的观察就觉得，这个联邦政府都要关门了，那很多要关门没钱了，你这个好像川普好像老神在在没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是不是？很多人就怀疑是不是你正好借着这一次关门，说薪水花不出来了，那你们这些人就自动求去嘛。现在已经说已经有多少了？已经有10万人
已经可能会在这一波里面他就永久去职了，一次就砍掉10万人，这不是太好了吗？不过我们要了解哈，这只是联邦政府的预算，跟地方政府的预算不一样。对，所以它影响美国的政府是有限的。因为联邦政府它主要是外交啊，这些国防啊，所以这些军队的预算搞不好会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美国的这个航空是由联邦政府在管控，因为它跨州的，所以它连航空总署它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美国的空中交通可能会出现问题，那并不是全面性的。那过去的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因为反对党的坚决的这个杯葛，那个政府就放弃，最后让这个老百姓起来抗议，给这个反对党施加压力，那最后再通过一笔这个预算。那所以目前看起来川普不急。那很可能这一次的这个联邦预算不足，政府正好关门会造成更多在联邦机构里任职的人说，干脆求去了，就做别的事。对，那正中川普这些人的心意。对，所以呢，我觉得你说是不是要打击民主党，是不是要趁机赶人？我觉得两者兼具。好，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川普动作真的很多，打击联邦政府，还有这个打击民主党。其实另外还要打击一些属于现在在美国国内他认为比较不是精英的这一些外国工作者。所以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聊到嘛，美国寄出了 H1B 的这个签证，那费用是一次性的费用，从$1500变成是$10万，那每年只会提供85000名工作，而且重点是需要雇主来做担保。中国大陆是否就是看到了这样子的机会，想说，美国你在驱赶人才，那我干脆我来大开国门吧。所以我们看到从10月1号，也就是明天正式的开始，北京会推出一个 K 字签证，来专收这些全球的青年科技人才，从科学技术、工程到数学，他们都要吸收。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 K 字的签证，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细节，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近期确实也推出了许多的补助，不管是购屋补助达到2100万新台币的，还有一个是签约的奖金等等。消息一出，现在有许多留美的中国精英都已经开始很心动了。那现在大家也在看嘛，这些来自于印度、来自于本来在中国大陆矽谷工作的这些人，会不会就回流到中国大陆来了呢？聂老师怎么看？我先跟思敏报告一下，其实我这个很有感触，也很有接触。我有5、6个学生在大陆当教授，他们每次回来跟我吃饭，说实在，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我以前早就在美国朋友在那边都在挖角，太多了。尤其他们知道只要挖科学人才、工程人才、科研，你可能就犯台湾国安法，但挖金融的还不会。所以我已经被很多人希望能够去。还有包括我学生也在讲，中国早就在类似这种签证，类似不需要 K 签证就已经一直在挖人了啦，这是事实。因为他们要人才治国，相反，美国也是以前人才治国。我现在讲回来讲美国真的脑筋坏了。我先讲一下，川普他很聪明，他这一点脑筋真坏了。他们的签证有 B1 嘛，这个旅游对不对？或者商业 business 有 F1 学生签证 H1、J1、W1。我们家在美国10几年很清楚 ，H1 是以前很多毕业学想拿的，叫短期工作签或短期非移民工作签。大家知道什么叫 B？ 我讲给各位听，叫做特别有专业技术。我告诉你，专业技术人才，你刚刚讲到的4个东西 ，STEAM， 希望观众能知道 STEAM， 对，这4个字是科学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呀。开玩笑，当他还外加一些跟中国创意、时尚有关，跟他的这个金融有关的，金融人也会挖角。现在重点来了。美国现在要卡这个1B 这个专业人才，你现在不是脑筋坏了吗？你要打击移民，打击高阶人才，我们挖人才挖不及。我想我们现在2种人才都要，印度人我们要高阶的，因为其实新竹园区已经很多了啦，印度人真的 IT 人才很多，很聪明的。第2种我们要低阶移工，现在各个移工都拿出，从菲律宾、越南，现在日本也抢移工，现在印尼很多都到日本去了，薪水比我们高。我印尼也讲，我们要开放印度人，你知道去年就要100,000，蔡英文就喊过要10万移工进来。这是印度，未来我们现在只开11000人。我跟你讲，我们都需要。现在美国你不觉得很乖 ？H1 就说 H1B 你要卡人家，那中国刚好趁势不是人才过来，所以你不觉得川普真的脑筋坏了吗？你看之前对那个 IB School 的打击，教育经费减少，研究经费由我来控制减少。
美国就不要发展了，你美国就全部传统制造，最好全部做农民算了。我跟你讲，这个美国你觉得还有未来吗？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是说，你就要问的答案是不是会被中国吸走？讲不好听，中国已经在吸，而且这样子一来可以吸更多。那你觉得这2个国家的此消彼长不是很明显吗？那刚哥又怎么看？所以接下来的科技强国有没有可能就是换人做？那刚刚也有提到这个，除了大陆之外，印度的工程师，那中印之间有一些边界的问题，他们大陆会愿意开放印度人进来吗？所以你看这些事情都是连带的。刚才聂老师讲，你看就说现在为什么有这个 H1B， 然后大陆现在说没关系，我给你 K 字签证啊，不需要雇主啊，什么审核通通不用就来了。为什么？不，我跟你讲，大陆自然会去审核你。当你要进来的时候，他就会先了解你的背景了，你的专才啊，你的工作的经验、时数、年份，他一定会了解的。他才会给你这样的签证，而且他这个签证会比美国的 H1B 要来的优惠很多。对，刚才老师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跟你讲 ，IT 人才最多的还是印度啦。那可是大陆那边官方没有讲话，可是微博上面都讲了，谁都可以，就不欢迎这个印度人来。对，反正就是哪一国都可以啊。可是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如果大陆真的要真正的加速发展的话，其实印度的人才比较多啊，不然你要从哪里挖呢？对不对？美国的人才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它有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差异，对不对？中文看不懂啊。虽然你给我好的条件，你没有任何的那些阻碍，就让我来，拜托，让你来不是来观光的。你看杭州大学，哇，弄了一个，你看客座教授10几个人，说他们以后就可能会待在我们大陆，请你想一想。但在大陆，你要怎么这个生活跟文化的这些差异这些都必须要克服。可是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就要看到，如果今天中国想要吸引这些人才的话，他一定做得到。在物质条件上面，你绝对输给他。所以美国政府已经快玩完了，到了明天中午，我跟你讲就没钱了，20万公务员要一夜之间就回家了。结果呢？大陆是反过头来积极的在吸引人才进来，你就想了这2个政府的此消彼长，我们可以看看川普要怎么再继续玩下去。他说20万公务员我把他们砍掉要花148亿，可是呢，我们每年可以节省280亿。那你要不要再雇新的人？不用，那个国家公园管理局那个人都废人，通通不要了啊！不，我们不需要有人。NASA 怎么办？国民兵的薪水在哪里？不用付吗？如果明天还不能够通过那些特别预算的话，那这些人，我问你，他们薪水在哪里？美国就会部分停摆，跟7年前的情况一模一样。现在历史重演了，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你等着看好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上次我们关心到这一起来自于中国大陆南京于朦胧的命案，今天有一个最新的进度，我们来为大家更新哦。现在又翻出了一个惊人的转折，真相似乎已经越来越像迷雾般的剧场了。我们赶快来关心，现在在网络上面，因为有许多的说法正在疯传当中，包括当时于朦胧他在生前他出席了一场17人的聚会，名单里面竟然是有导演陈青松，还有神秘的资方代表他是辛奇。那可能传言指出，他就是在这一场聚会当中遭到设局囚禁、殴打、虐待的。那辛奇他是谁呢？其实辛奇在网友这边也做了一个爆料，非常的这个晋升的速度非常的快。2013年的时候，他22岁，成为央企中国电投湖北新能源的大股东。27岁直接一步升天，坐上了董事长，行政级别冲到了副厅级。这么快速的升
升迁，被怀疑是不是红二代在背后撑腰呢？现在网络上面也有传言说呢，当时于朦胧的上海启蒙的影视文化工作室，其实就是新奇他当时利用来洗钱的一家空壳公司，但是因为疑似于朦胧好像掌握到了他的洗钱证据，把它存在 U 盘里面，结果惹祸上身，引来杀机了。到底为什么？真的有可能是这一些高层涉入在案子当中吗？大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你要猜测它跟大陆的高层有关系啊，那你要实际的证据，你是猜。因为为什么会猜到高层？就是说他这个案子里有很多疑点，可是很快就被这个消音的感觉，就是说你在网站上各种的讨论就消音了。还有一点，我看很多人猜测，可是这个部分就变成就是说，我就是觉得很多疑点了，看了很多网友的猜测。第一个就是说，他的遗体很快被腐化火化，这些说实话。这个任何的这些丧事的话，它这个遗体不会那么快火化，因为它遗体本身的有没有这边有人说他受殴打啦，对不对？他还吞了一个 U 盘啊，然后说他又把他 U 盘从肚子里挖出来的话，那你这遗体就可以讲说故事，对不对？遗体说有各种证据在那个身体这个尸体上，可是遗体很快被腐化，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有疑点了。是为什么这么快？对，你知道一般的话，说实话，你说处理过这些丧事的话，遗体要这么快火化是不太容易的。是，那为什么会这么快火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要从这里去拨，然后才能够抽丝剥茧。对，好，那李老师呢？好，我跟你讲我有我的看法。我觉得很多事情这种东西，从网站从网络或者一些猜测的人去讲，我们都不能讲答案，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人生经验以及去 make things reasonable 来谈什么合理性呢？这个东西你看一下，这里面有个我觉得很关键人物，就是你讲的叫资方的兴起。至于有没有红二代撑腰，我觉得不要想太多，富二代绝对是有。这个人什么样的人，我们一定接触过这种年轻人，也一定看过这种人，他会有霸气。当然他不像川普这么霸气，他有霸气，他有钱。而且他年轻，各位去看一下，他22岁就在这里成大股东，表示你有钱。是什么？是中国电投湖北什么新能源，只要 cover 能源、新能源都是一个能够掌控一定的这个地位的那再来讲，因为他年轻，那时候22岁，结果他才很短的时间，12年后呢，也不过32岁、34岁就当了董事长。我想他可以控制很多东西。那这种所谓的富二代或者知名人物就会混在一起。那他们钱的金流一定有问题，所以这里有个很合理的猜疑啦，就是大家传出来有洗钱的东西。我觉得洗钱这敏感可能触法，因此造成他们在里面一定有说你要不要讲什么，要不要讲什么，一吃饭的时候一定会不爽，而且这种霸气有钱人就会凶，就会对他怎样。我觉得他那一天有没有喝酒不管，他一定也受到欺负，也受到打压，或者说你有些东西你不要违背我。我觉得在这时候，他不管是自己喝醉了或怎么样，当然这个东西我不能说一定怎么往生，但是这里不宜有他，就是这一群人里面一定有这种金钱的纠葛。那到底这有时候你会发现，这就使我想到一个人叫萧建华，这个明天系这个萧建华，我曾经在台大做过一次演讲，从明天系萧建华看两岸的政商关系。你知道他当时在北京14岁读北京大学，当时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同学会会长应该出来，他不敢出来，躲到图书馆。谁出来了？你知道吴尔开西柴玲还有这个叫做王丹这些人历史系的，为什么推这些人？因为你系学生会躲起来，结果他最出头了，一出来在东关村跟这个曾庆红他的儿子他们搞就是有红二代了嘛。这种二代红人难免会在一起，就电脑就搞这么强，搞到世界巨富，连听说习近平的几个东西都是他管的。因此，我告诉你，这种就会使我想到，就是大陆很多有钱年轻人就已经赚到这么多，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在里面一定有所谓的口角冲突，或者你要怎么样我不爽所造成的事件。来，干哥，好，那我要举4年前唐山打人事件，大家还记不记得？唐山的一个老汉城烧烤店。那这些年轻人一部分具有高干子弟的背景，一部分是当地的恶霸。他们在烧烤店里面攻击了4个这个普通的女子，然后把人家打成重伤。这个画面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吧？有印象。这件事情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总共抓了10几个人，然后分别判刑。
然后都入狱去服刑了。但是我只告诉各位，记者不能问，记者要深入报道，要进入唐山的时候，被直接拦下来，不可以进去。其实我在看于朦胧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它可以延烧到现在已经超过2个礼拜，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的影迷或一般人心中都有一个伤口，有个缺口，那没有办法弥补。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知名的演员，他不是 nobody。但是官方在这件事情的作为上面实在太令人失望。我必须要直说，如果真的有辛弃这么一个人物，或者是蔡奇这么一个背后的话，官方有必要说清楚。我再来讲一下专业。你火化那么快，大使刚才说的，那是因为大陆的殡葬文化，其实说句实在话是好事。为什么？3天之内就要火化？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容许遗体摆这么久，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遗体。但这是刑事案件，走到全世界各地，只要是刑事案件，停。为什么？我说过了，我要鉴识报告，一定要给大家看鉴识报告。对，不管你将成为大国，你就要有最起码的鉴识报告给人家看。DNA 检验是一定的，体内毒物跟酒精的检验的程度，那个浓度的报告是一定要有的。再来，他的指甲里面有没有残留？有残留任何的纤维或是组织或是样本，要给大家看。我现在讲的是什么？代表他有没有挣扎，有没有别人的组织？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代表说他很有可能跟意外能够可以 match， 不能是官方的一张这个公告就告诉你说他就是这么样往生的，不可以。他妈妈的反应到现在我们没有，我们一定要知道受害者或是被害人的家属的反应。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资深演员田海蓉跟那个导演陈青松2个人因为互相需要不在场证明而发生的一些局语，反而这2个人吵起架来，对，而不是在替于朦胧他怎么死的原因来给大家解释，是大家纷纷推开逃开，那我们就必须要怀疑了，你受到什么压力？整个参加饭局的17个人，他受到了什么压力？我们要科学鉴识的报告是最起码的、最基础的。然后呢，你今天当事人到底受到什么压力？我在讲唐山打人事件，记者不能进去问你到底受到什么压力。现在于朦胧这件事情，你到底受到什么压力？当天在场的17个人，不是去解释，反而是互相吵起来。这是让我们看不下去的，所以我今天这边再一次郑重呼吁，官方不能因为这样，这件事情已经短1天之内10万人联署要真相。其实我老实说，恐怕有上亿人要真相吧。它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在中国完全进步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这件事情可能会成为一个注脚。我觉得官方需要提出更多证明，而不是下了封口令，因为口是封不住的。好，谢谢干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赶快关心到是川普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关税，是否让美国人受害？这一次再次的剑指中国大陆，有许多的针对关税的项目，等一下我们会来做细节的关注，最高课征到了100%。另外，台湾再次的被扒了2层皮，台积电现在沦为交易的筹码。等一下我们也会就台湾问题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解析。赶快来看到川普在29日这一天正式的又再次的高调宣布了，他要实施新
一轮的全面高额关税，这一次针对的品项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涵盖了电影、涵盖了家具，还有药品，这是美国都最需要来自于进口的商品哦，还包括了美国自己的重型卡车等等的行业。他说，为的就是要保护美国产业，尤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哪吒2哦，这个电影在全球开出高票房149亿人民币之后，川普这一次确实又再度的把他的炮火对准了电影业。赶快来看到这些针对于其他国家课征的高关税，我们从关税税率最高的品项来往上看。首先就是针对了药品，现在川普说要课征100%的一个关税。另外就是境外的电影，包括中国大陆的电影，如果输出，他说呢，我也会对你课征100%的关税。重型卡车25%，家具啊，美国很需要的家具，接下来也会课征到25%左右。他说要来重振美国自己的商品。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药品原料一半都是靠进口，家具业早就已经外移在海外来做生产，再进入到美国。重型的卡车更是仰赖长期都是这些全球的供应链。这一次川普的全球的全面关税战，真的能够让他再次伟大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川普老金话，我现在讲到川普把很多东西。因为他的狂妄自信，东西想得太简单。其实啊，我很想有很深的感触，也很想讲一件事，就是请问一下，中国现在文创做怎么样？非常高，所以他们想学啊，想学呢又怕，所以又要围堵。请问一下，中国之前是怎么学来的？学台湾。台湾在1987年12月呢开放，随着老兵探亲之后呢，从巴比伦定了这个对台商的细节之后，一路走来，台湾很多文创过去了。10几年来，在大陆的歌10首有11首是台湾歌，全部都台湾歌。电影或者剧目、小说全部看琼瑶小说，大陆人喜欢的不得了。中国不但文业度还开放，结果鼓励了他们，激励了他们自己起来。在21世纪之后，从湖南超市、卫视学你们这些学影剧应该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歌超过1半以上，我们在听他的什么小米、什么大神等等。我们不是在说他们多强？我跟你讲，这个国家的这个 V 群一定要有啊！韩国在1997年已经设为国耻那个圣诞节，结果他们只搞文创。Sorry， 然后呢 ，Gangnam Style， 然后用英文唱歌，甚至超过了日本、韩的卡哇伊的女童、男童，你知道？当然有时候穿得很辣。我想这是一个文创很重要。他们是用什么方式？用滚治水围堵。你不能来，我课100关税；你不能来，我自己做。你怎么做？好，我在讲卡车就你不能来，我就自己做出来了。你用谁来做？Detroit这个地方都变成鬼城了。当时那个黑人制造那个福特汽车，动不动的螺丝少一根，动不动的为什么美国汽车不管通用汽车、Chrysler 以及福特3大厂全部瓦解，被 Toyota、Honda 打进去，就是美国的工人素质差，制造业太软弱。你说你自己做，你课人家100，好啊。现在有个重点，我们叫做这个物品的价格弹性。今天物品价格弹性如果高和低差很多，我先讲一下关税，你用关税打嘛。如果这个东西美国人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的话，价格再变他还是需要。我告诉你，他只有自己买单。你课高的是他们自己输入性通膨，人民痛苦。或者我跟你讲，价格弹性如果是供给价格弹性高，你一贵，那个生产者他获利不够，他不卖你。我跟你讲，你缺货。我跟你讲，你打关税啊，你真的他不懂经济学理，没有错，短期会赢，尤其他是霸主。可是中长期他已经大输。还有一个重点哈，你今天制造业真的让你回流，真的，但是这已经是 Mission Impossible， 真的回流了。请问一下，你课关税课谁啊？你跟你没有贸易国家，你都已经卡那么高，大家都不卖，你都自己制造了，谁你关税还谁还 care？所以你没有想到短中长期的问题。因此，我觉得他就是老金坏以后，他的 vision 狂妄自信，但的 vision 不够大、不够高，看得不够远 ，foresight 也不够，就不够远，因此造成他，我感觉了，川普很能做生意，很能谈判。很能用他的威胁的角度去霸主去逼人，可是他屡屡失败哦，他的魄力直大的，在32岁哦，可以去搞出那个准将饭店，就在深究水岭旁边把它盖起来哦，就是那个我很熟的一代，我是New Yorker啦，我是纽约导游。那最后呢，他在42岁去买下当时他最崇拜的雷根总统，当时在1985年9月20号开的广场饭店，找美英德方让美国日本打趴那个饭店，他一看准了，2年后把它买下来。这种魄力的人，短4年后全部破产，包括大西洋等等的6大破产。你不觉得这个人很敢，但是比较短视，也比较没有远见吗？我觉得他打的都好像很有道理，不懂
的人都觉得拍手很厉害。我告诉你，我觉得中长期美国被他打的 MAGA 是往下降，这越来越危险。好，这关税战最后恐怕美国是自己吃亏了。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观察。那其实现在在中美谈判当中，除了在打这个关税战之外，现在台湾是不是也沦为另外一颗重点的棋子了？因为当时在拜登政府的时候，美国打的态度都是比较模糊的仗。有关于台湾问题，他就是说不支持台独。但是根据现在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独家爆料，他说习近平在准备在接下来会举办的川习会上面会正式的明确逼川普要表态反对台独。现在就是在看了川普会不会拿台湾的安全来当作筹码，那换取大陆在经济金融上面的利益。大使有怎么解读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说要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台湾的政策是如何的。也就是说，当然啦，这个外交的谈判通常都是可以怎么讲，都是交换利益的。中国大陆可以提出来说，你今天川普，你用书面或者你口头，你说我是坚决反对台独。那过去美国只是不支持台独嘛，后来又有的时候说国务院把这个不支持台独的文字又拿下来，所以美国在这上面不断在做文章。那它有没有意义呢？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这样说的话，对于台湾岛内跟这个岛外的台独是一记重大的打击，会让他们的士气或者未来的规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的话，那中国大陆就会跟美国谈这个事情。而且呢，当然美国一定会提出你要我这样说的代价是什么，尤其是川普总统的这个他的特性，他很喜欢跟人家交易。那这些什么都可以交易的情况之下，这个棋当然可以交易。不过你回过头来就要问说，中国大陆还认为这样做到底意义大不大？对，如果美国说，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个，我认为中国大陆如此做的话，不会花太多的这些经贸利益，是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国大陆对台湾来讲的话，它基本上走的是武力攻台的各手的准备。在中国大陆对于对台用兵的这个它的把握越强之下，那么它在外交上它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少。这个我觉得不会说你这个你因为外交你的武力的这个不到一个水平的话，你就需要外交。那你如果武力现在已经形成越来越不平衡，甚至压倒性优势的时候，那外交的价值就会降低。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会做，不过就变成就是说要付出多大代价，那他会不会觉得这个代价太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问题必须要看到的。好，一个是台湾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就是可能直接会不会掏空台湾，甚至是台积电，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已经正式的提出了，他说未来美国跟台湾的晶片我们会做5-5分，也就是说一半在美国生产，另外一半在台湾生产。现在在看是说台湾这一些包括了来自于台积电的这些高阶制程，会不会技术就被美国拿走了？那台湾的地理位置就会变得更为不重要了吗？美国现在的说法是因为以中国威胁论来做借口，逼台湾在经贸谈判中要做出更多的让步。干哥怎么看？那就是纯粹的政治考量啊，对不对？这根本跟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卢特尼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5-5分嘛 ，50-50 嘛，对不对？美国人常讲的，他就常挂在嘴巴上面，你一半我一半，这样才公平啊。问题台积电是我们台湾独有的产业，所以有专家说这个根本就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为什么？卢特尼克认为，你台湾要是有事的话，那我们全球95%的汽车和手机的晶片是你们台湾做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断货？全世界也跟着断货，全世界只要台湾一打喷嚏，大家都感冒，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不安全。对啊。来，分一半给我们美国人做，我们美国人做一半，你们留一半，这样子世界才会更安全啊！其实这个就是政治语言嘛，这根本不是为了经济来考量。他说，台湾有95%的晶片，你们生产的95%已经快要到100%了，然后美国只有2%，剩下别的国家3%，这样怎么会公平合理呢？对，所以除了台积电你们要来这边设厂，你们要花2000亿美金设厂之外，我们还要再谈我们晶片的份额要怎么样做。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那就等于把台湾护国神山唯一能够在世界上独占的武器跟鳌头都拿出来了。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卢特尼克，你不要想得太美妙，我不相信台积电会蠢到就把它的产能分了一半给你。我讲一句实在话，就算分一半给你，英特尔做得到吗？英特尔扛得起来吗？你们现在不是一直在扶持英特尔吗？在整个产业链的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大家也不要忘记，最近台湾要去制裁南非，我觉得真的是神经病。为什么？被美国蛊惑。你制裁南非，南非是稀有金属的出产国，你台湾要制裁我是不是？我先制裁你还差不多，为什么？又是被川普给蛊惑了，所以后来台湾马上讲了，还不到一天，赶快就收回来了，经济部马上就收回来，没有，我们再考虑好了，还可以谈，对你跟川普已经学一个样了，你有什么本钱制裁人家？这个社会这个国际还是要讲求公平竞争的。如果你都是听美国人的那一套的话，你现在台湾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条件跟人家谈了。那你现在如果说真的要去接受川普政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勒索，那种叫做什么？那个叫不是情绪勒索，叫实质勒索。总有一天台湾会被川普给玩完。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老百姓，而是这个政府应该要正视的问题。武器还是另外一个部分的大问题，改天我们再来讨论。是，那聂老师，我们补充一下所谓的55分，这个对于台积电后续的影响。那这严重啦！这个卢特尼克这个55分是很糟啊，它是一个很恐怖的思维啊。请问一下，这个首先对美国来讲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达到的任务。美国缺人才、缺技术、缺基础建设，除了在 Intel 里面扎以外，除了软银拿20亿，那 NVIDIA 拿50亿，也要跟台积电这个还有机会。你55分怎么分？你怎么做？他要你，我问你是贡献5分，还是制造5分，还是你要是这个贡献制造5分，还是你收获5分？